OK， 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现在来进行的是 Thursday with Dustin 的第17集。OK， 那大家不好意思，因为前几回我在台北有就是做公开课，好阅读公开课，所以我就飞放公开课的这个影片的更新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回到的是这个 Dustin 的这种定期，其实也是不定期啦，的星期四 with Dustin 的第17集。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逻辑。好，我们跟大家讲的东西都是实战上可以运用的，好，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在实战上其实在做 CR 的过程中，我是很少套路的。好，你要知道的是，所有的 CR 它都在考你灵活思考。OK， 也许低难度、中难度的题目可能是有一套规则可以依循，可能是会有一个常见的正确答案跟错误答案方向。但是呢，当你一走到高难度的时候呢，它就非常需要考你的是你能不能在对的位置去思考。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的是代入法。什么叫代入法呢？好，我们现在赶快进入主题哦。代入法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遇到就是基本上 GMAT 里面有50%以上的 CR 题目是跟决策有关的。好，你只要遇到跟决策有关的题目，好，你就可以把自己带进那个角色去想。好，去想如果我是文章中里面的角色的话，我会怎么做？我会有什么想法 ？OK， 我会怎么去回应？好，事实上你知道吗？其实不一定是要跟决策有关的题目啦。好。任何题目，只要今天文章里面你可以跳进故事里面的 ，OK， 好，不管今天是不是你在做决策，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对话题，然后呢，他在批评某个人的观点，好，某个观点被批评了，你也可以进去里面去当回应者。比如说今天它是一个，就是就算不是决策题，它可能只是一个因果类型的题目，他来跟你讲某个人他的决定是不是好的，好，某个人他的这个想法，他的未来会怎么做 ，OK， 好，只要今天你发现这个故事有任何你能够带进去思考的角色，请你就直接跳进故事里面，不要置身事外 ，OK， 好，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我在考试中第一个会使用的方法叫代入法。只要你发现任何的逻辑的故事里面，你是可以带进去思考，你的决策会影响命题的。好，请你把自己直接带进去思考，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OK， 好，但是你要注意哦，你要带的角色要选好 ，OK， 要选好。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时候文章里面会有譬如说同一个决策，可能一个决策会影响到不同的人，比如说政府涨税。有可能会影响到是这个题目要问你的是对政府的财政好不好，也有可能今天他要问你的是对企业好不好，也有可能他今天问你的是对民众好不好，或者消费者好不好。那你要去仔细的看清楚，说文章最后结论的命题是要你证明什么东西。所谓的命题，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对不对？命题就是结论里面他想要跟你证明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这整个论证的 purpose。OK。还有就是那个问句，就是那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那一句话里面有些时候会暗藏一些资讯，会问你说下列何者可以证明某人的考量，下面何者可以证明什么事情能达到或是不能达到。OK， 文章最后结论想要跟你证明的东西，以及问句它要求的方向。两个搭配起来，才能够让你决定说，在这整个故事里面，你到底是要带到哪一个角度去思考 ？OK， 好，所以注意哦，代入法虽然讲起来很简单，就是说你就把自己跳到文章里面去，站在其中的位置上去想，你会怎么做，你会想什么，你会怎么回应。好，但是呢，实际的操作上，你一定要确定你把这篇文章的这个论证目的抓到，就是我们简称的结论，最后想要跟你证明他跟你说服你的那件命题。好，以及问句要求的方向，问句要你在哪一个角度去上哪个角度上面去支持或者去削弱。好，他要你支持削弱是谁的什么想法？把这两个东西抓到之后，你才能够去确定你要站在哪一个角度。好，来，我们先来试试看。好，我们这个方法其实老实说没什么好，那个抽象的部分没什么好讲的。好，就是我们等一下试试看能不能带到质疑者或被质疑者的角度，比如说。今天是 weaken 题的话，你就要去想谁被 weaken 了，他要怎么去谁被 weaken 了 ，OK， 好，然后他要怎么去反驳，或者是今天谁就是你要 weaken 对方，你会怎么去 weaken？ 好，其实如果是跟他对话的话，你会怎么去跟他回嘴这样子 ，OK， 好，那比如说决策的话，对不对？决策的话就是文章里面谁可以去做这个决定，你做这个决定要考量什么东西。
或者说是被影响的人，对不对？你的命题会影响到谁？好，他们会不会真的觉得自己被影响到了，对不对 ？OK， 好，还有就是像对话者、回应者，比如说文章里面有可能有2个人在对话，你到底是要站在谁的角度去反驳另外一个人？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怎么接受这个反驳，或者接受这个知识，对不对 ？OK， 好，这边都只是一些举例啦，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看题目会比较了解。好，所以今天这个方法，对不对？我们准备了4道题目，让大家来看一下，到底在考试的时候你要怎么灵活运用代入法。不过我们来进入题目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请你今天使用代入法的时候，一定要用预想的 ，OK？ 什么叫预想？意思就是在看选项之前，在看5个选项之前，你就要先站在对的角度上面去想，可能答案会是什么 ，OK？ 你不能够等到看到选项再回来做代入法，因为你会被选项有先入为主的这个观念洗脑，这样子 ，OK？ 所以请记得哦。预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先在做题目的时候，把上面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独立的申论题 ，OK？ 看完上面这2个部分之后，就是本文的逻辑跟什么，跟问句之后，要先不要看5个选项 ，OK？ 好，先去预想说，如果这道题目我带进去适合的角色，然后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怎么去回答？这样子，好，请各位注意，我们等一下都会走这一套流程，好不好 ？OK？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大家如果想试试看的话，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先把画面按下暂停，然后呢，试试看自己在看完这2个部分之后停下来。OK， 第一步先停下来去想说，我要带入到哪一个角色去 ？OK， 不对，第一步应该是这样子。第一步你应该是先停下来，好，停下来先去想说，到底文章想要跟你证明的命题是什么？好，第2步是什么？停下来去想说你要采取的方向是什么，你要采取的态度是什么 ？OK， 第3步是什么？结合这2步去确定一下你到底要带入哪一个角色 ？OK， 第4步你带入这个角色，你会有什么样的预想的答案出现？好，把这题当申论题。OK， 第5步才是去什么？看下面的选项去想，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会不会去用这句话来回应 ？OK， 好，大家可以先按一下暂停试试看。OK， 好，来，好，那你当我按完暂停之后，对不对？好，我们先把这个移到旁边去。OK， 好，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题目。好，来，第1道题目，我们来看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它故事内容要讲什么。Increased use of incineration is sometimes advocated as a safe way to dispose of chemical waste. 好，他说焚化炉是拿来去处理化学废弃物的一个就是安全的手法，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反对者表示说，其实这个就是意外的泄漏，严重危险化学物质的意外泄漏，40%都是跟什么？都是跟就是焚化炉有关系的，对不对 ？OK， 好，那因为你今天要盖的这种新款的焚化炉，你其实根本没有去设计什么新的，就是改变一些设计来防止泄漏，所以未来的泄漏只会越来越频繁。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简化一下逻辑。他还跟你讲说，你看你现行焚化炉现在这种2座焚化炉的泄漏就已经这么的频繁了。那你今天要盖新的焚化炉，可是你没有做任何的设计来改善泄漏 ，OK？ 你没有做任何的设计来改善泄漏，所以你未来的这个泄漏会更频繁 ，OK？ 好，首先我们现在来想一下，到底今天这个人他想要说服我们什么东西？他想要证明给我们看什么事情 ？OK？ 好，这叫命题，对不对？看命题的时候，你就要关注到结论的部分。结论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他说的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去改善任何的手段，任何的这个设计，所以呢，未来怎么样？如果你继续，如果你启用新的焚化炉，更大规模的去做焚化，好，那泄漏只会变得更为频繁。他想要跟你证明的论点，他想跟你证明的这个就是 purpose 命题叫什么？泄漏会不会变得更频繁？好，这是第1步，我们要抓到命题。OK， 好，来，接下来呢，第2步是什么呢？第2步当然就是我们确定一下方向。好，它的方向你可以看到，它的问句很明显的讲的是下列何者会削弱，所以我们今天要证明的是就是所谓的就是泄漏不会变得更为频繁，对不对？泄漏不会变得更为频繁。好，那现在我们想一下，有哪一个态度是可以，有哪一个角度，你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可以抱持这个立场去回应他。OK， 好，那当然这边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什么样的人会去
说泄漏不会变得更为频繁的，肯定就是什么焚化炉的厂商，对不对 ？OK， 好，卖焚化炉的厂商 ，OK， 好，那我们来想一下哦，如果你是焚化炉的厂商，对手跟你讲说，你现在泄漏那么频繁，你不改设计的话，未来泄漏会更频繁。你要怎么样跟护航自己不改设计的这个决定，然后跟对方讲说，我就算不改设计，泄漏也不会变得更频繁，对不对 ？OK， 好，比如说今天，好，这个有人说什么，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人说你烧菜烧的好难吃啊，对不对？好，然后呢，如果你今天怎么样？如果你今天就是不改你的手艺，你的厨艺没有再继续练习的话，你未来可能烧菜会烧得更难吃，对不对？好，来，你要怎么样去证明说你未来烧菜好会变好，对不对？你未来就是烧出来的菜会比较好吃。好，那当然我们要证明的就是什么？我们要证明就是其实改不改泄漏不是重点嘛，不是我厨艺的问题嘛，对不对？对吧？好，对方说你不改设计的话，对不对？泄漏会变得更频繁。那你今天要怎么样去反驳他说我不改设计，泄漏也不会变得更频繁？如果你是站在焚化炉的厂商的话，你肯定就是要点出什么？点出说，哎呀，我跟你讲，设计其实不是重点嘛，对不对？你看，来这边就是说，你带进这个角色去想，你会怎么去反驳他？对方跟你讲，你不改设计，你就等着看吧。我就跟你讲说什么？其实设计不是重点啦，对不对？这个焚化炉的那个。就是它泄漏的原因根本不是在我设计的问题啊，所以我才没有想要改设计的嘛，对吧 ？OK， 好，其实呢可能是别的问题吧，比如说今天可能是这个人祸啊，或者是可能是天灾的问题嘛，对不对？好，就是真的是因为有遇到突发事，这些，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人祸的关系，都是因为人员操作不当，好，或者是今天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今天是因为某些自然突发的天灾，好，所以我的设计本身没有问题，是因为那些天灾人祸，对吧？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只要怎么样确保未来天灾不太会发生，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今天我们未来人祸能够避免的话，那我不改设计也没有问题，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代入法。好，那通常我会建议你代入法想1个到2个方向 ，OK？ 好，去想如果你是这个角度的人，你最有可能去回应的方式是什么？好，现在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要证明的就是什么样？证明的就是跟我的设计没什么关系。好，到底会不会泄漏？一定是跟我设计没有关系，什么关系？是跟设计之外的其他原因有关系。所以我不改设计的话，天灾不会变得更，就是泄漏不会变得更为频繁。好，我们抱持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来看选项了。好，第一个 A 说什么 ？A 说，你看目前这些泄漏对不对？好，在目前这些厂子的泄漏里面，好，这个就是员工他们自己的其实并没有接受到很多的适当训练，对不对 ？OK 好，他们只有非常非常基本的训练这样子。它是不是指向有可能是人祸的原因，对不对？有可能不一定是设计，有可能是员工训练非常的薄弱的原因。所以这个选项有没有关系？有关系。OK， 它点出了可能跟设计没有关联，是跟其他的原因有关，也的确是。如果你是焚化炉厂商，你可以把这个锅甩到什么员工训练不足身上，所以我们会先保留这个选项。好，注意哦，不要直接选哦，我们只是先保留哦。好，来 B 选项说什么？其他方法也没有比较安全啊。来，各位注意哦，这个东西我知道，你如果站在焚化炉的厂商，你可能会这样回应，对不对？你说我泄漏会变得更频繁，可是其他方法也没有比较安全，对吧？好，注意哦，这个选项。如果你会选的话，那代表说你今天在看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去抓到这个命题。OK， 好，如果今天你的命题是站在焚化炉的厂商，你要支持说仍然要用焚化炉，我还是想用焚化炉。OK， 如果你的命题是证明盖新的焚化炉有它的必要性的话，那你可以说其他方法也没有比较好，所以我的焚化炉还是可以盖。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题目里面？他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并不是要证明焚化炉该不该盖，对不对？并不是要证明焚化炉该不该盖，他是要去讨论的是盖下去，增加焚化之后，到底泄漏会不会变多？所以，就算其他方法没有更安全，那个你只是在证明说这个方法焚化炉该不该用，而不是在证明用下去之后。会不会变更多 ？OK， 好，所以如果你选择 B 选项的话，代表说你态度抓对了，你的代入法的这个角度也做对了，可是你做错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抓到命题。好，焚化炉的厂商的确以他的立场来讲，他是可以说其他方法都还是没有很安全，
所以我还是继续用粉化炉。可是问题是，对方跟你讨论的命题，并不是说你要不要用粉化炉，而是在讨论的是用下去之后泄漏会不会变得更多。所以 B 选项其实是无关选项。好，这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强调抓命题这么的重要，因为就算你站在对的立场，同一个立场也有可能跟对方讨论的是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事情。命题一抓错，整个就完蛋了，这样子。OK， 好，来，那所以 B 选项属于态度是对的，但是命题是错的，就是无关选项的这样子。好，那 C 选项说什么？说现行的这个焚化炉，它的这个容量不足以怎么样？哦，对，是足以什么？足以就是容纳所有的这个未来新增的废弃物，不需要盖新的焚化炉。你有发现这个选项对不对？好。它不仅方向是错的，这不是焚化炉厂商会说出来的话，对不对？对吧？人家应该要支持的是盖越多越好，对吧？更重要的事情是命题也是错的，为什么？人家要跟你证明的是泄漏有没有会不会更频繁，而不是要去跟你证明说到底新的焚化炉有没有必要盖，对不对？所以 C 选项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会把它删去。OK， 好，它既不是你带入在正确的角色上会讲出来的立场，好，它也不是什么，它也不是所谓的这个命题是对的。OK， 好，那D选项说什么？D选项说这个就是泄漏的这个频率，对不对？好，新的这个焚化炉 ，OK， 泄漏的频率跟旧的焚化炉泄漏的频率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OK， 好，来各位，这个地方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关系哦，至少还没有说变得更严重，对吧？好，所以呢，我们就先把它保留起来 ，OK， 先把它保留起来。好，那E 选项说什么？E 选项说这个 In only 3 of the reported incidents of unexpected chemical leaks did the releases extend outside the property on which the incinerator were located。他说，其实只有很少的泄漏，的范围是广的，是延伸到其他的地方去的。你会发现他在讨论的是泄漏的严重性，对不对？对吧？但是文章里面只是跟你讲说泄漏会不会变得更频繁、更 prevalent，OK， 更普遍。它只是在讨论的是泄漏的频率会不会变得更高，对不对？好，但是呢，E 选项变得跟你的讨论的是泄漏的范围会不会变得更广。地域范围会变得更广，所以它的命题也是错的。好，那现在我们回来重新思考 A 跟 D 这两个选项。好 ，A 选项说是把这个责任甩锅到别的人身上，说其实跟我的设计没有关系，对不对？好，是跟什么？是跟人员训练不彰有关，对不对？好，而D选项说什么？说盖新的焚化炉那个这个燃烧的频率 ，OK， 好，跟旧的一样。但注意哦，我们在遇到这种混淆选项的时候，好，最后两个选项疑惑的时候，我们要回来重新看一次人家想要证明的这个最后这个结论的命题。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人家想要跟你证明的逻辑链是，就是因为你设计没有改，所以会变得更频繁。对吧？所以你今天要回应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从设计不是原因下手，对不对？好，D选项仿佛没有去针对什么，没有去针对人家的逻辑链去做回应，对不对？人家逻辑链是就是因为你没改设计才会变得更频繁。结果D选项完全跟设计没有提到设计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没有去质疑这个逻辑链，他只是单纯在跟你讲说，这个，就是新的跟旧的这个什么泄漏的频繁程度不变了，这样子。OK， 好，这是一个问题。A 选项还是质疑说这个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对不对 ？OK， 好，另外一个角度，当然我们可以去想，就算今天新的频率跟旧的频率一样，但是因为你多盖了2座嘛，对不对？那你虽然2座的频率是一样的，可是如果2座加在一起，是不是就变2倍了，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你原本怎么样？你原本只有2座，然后呢？频率可能是怎么样？频率可能是譬如说365分之2好了，所以等于说你1年会有4天泄漏 ，OK？ 那你今天又盖了2座，你这2座频率就算也是365分之2好了，那你这样是不是变成说1年会有8天泄漏，对不对？那你看各自的频率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呢，2座加2座，4座加在一起，那可能怎么样？发生事故的这个次数就会变得更频繁 ，OK？ 好，来，所以这个时候对不对？D选项它其实反而会证明文章结论 ，OK？ 好，反而会证明文章结论，变成说你虽然频率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你多盖了更多座，所以呢这2个频率最后乘上去发生事故的次数反而是变得更多，变2倍了这样子，对不对？好，所以D选项它其实是什么？态度上、方向上也是错的 ，OK？ 好。
频率一样的东西多盖，只会让总体的这个次数增加而已，这样子。OK， 好，所以最后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A， 而 A 也是我们刚刚在预想中所想到的方向，叫什么？叫做我不改设计没有关系。如果我是焚化炉的厂商，我要告诉你的是，根本不是设计的问题，而是设计之外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些泄漏，所以我不改设计没有问题。A 选项直接点到了，有可能是人谋不臧的问题。OK， 好，所以这题答案是 A 选项。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题的地方。来，一样，各位做这一题的时候，也请大家能够做到我们刚刚讲这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先确定命题，第二件事情是确定方向。OK， 好，问句确定方向态度。第三件事结合这两件东西，确定一下我要带到哪一个角色去思考。第四件事是什么？是去预想1到2个方向的答案 ，OK， 用把它当申论题，最后才去看选项。好，来各位，所以这道题目，请各位先按下暂停。来，按下暂停之后呢，开始试着做做看，好不好 ？OK， 好，那么现在假设你已经按完暂停，你已经做完了，已经按照我们刚刚的步骤做完了，我们现在来看我们是怎么分析这个题目的。好，我们现在看原文喽。好 ，as a construction material。Bamboo is as strong as steel and sturdier than concrete. 好 ，Moreover, in tropical areas, bamboo is a much less expensive construction material than either steel or concrete, and is always readily available. 好，他说就是作为建筑材料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讨论是怎么盖房子的话，对不对？你用竹子盖房子，其实竹子比钢筋水泥更坚硬。好，而且这个虽然这个 sturdier 可能小学同学考试的时候看不懂什么意思，但你至少整句话看得出来，他是在强调是竹子在材质上的优越性嘛，对不对？竹子在材质上比钢筋水泥更优越，对不对 ？OK， 好。再者怎么样呢？在热带地区，竹子还更便宜，对吧 ？OK， 而且到处都有，对不对？好，因此呢，在热带地区。用竹子盖房子其实是比什么？是比这个用钢筋水泥盖房子更有经济意识。什么叫更有经济意识？你不要去死翻它，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经济上考量更好、更划算的意思啊。好，那但是注意哦，它后面突然加了一个小小的短句，对不对？小小的这个就是短的片语，说除了在地价很高的地方，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就要知道的是，这个文章里面虽然有结论，好，你可能会在读文章上以为它的命题是要跟你证明的是说，用竹子盖房子真的不错，对不对？可是你要注意的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不要只管文章，你要去把它跟问句结合在一起看，才知道你真正的命题跟方向是什么。那你看这个问句说什么？下列何者若为真，则可以去解释上面的这一个 exception。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句它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在乎的并不是这一个状况，并不是什么，并不是说竹子很划算的这件事情。他要我们去解释的命题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为什么会有后面这个例外 ？OK， 好，要我们去解释的是为什么地价高的地方用竹子盖房子反而不划算 ？OK， 好，要就是反而就是经济上没有考量的，没有考量上没有那么好这样子 ，OK， 好，所以注意哦，这道题目你刚刚如果抓命题的时候抓错，那就完了 ，OK， 你的抓命题你要去跟着问句一起抓 ，OK， 好。今天如果这个问句问的是要怎么样去加强削弱文章里面的主要 argument 的话，你会抓的是这个。那他今天问你的是要怎么去解释这个矛盾，那你的命题应该是放在这个矛盾上。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重点是我们先确定我们的立场，我们要立场就是要去解释说为什么竹子在地价高的地方不适合盖房子。OK，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代入法，首先我们会先想的是什么？会先想的是今天这个适不适合盖房子这件事情是由谁决定的，对不对？好，地价高的地方谁可以决定适不适合盖房子？好，谁可以决定建材要用什么，对不对？你的代入法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我会直接想到的是建商，对不对？直接想的是建商，因为建商可以直接决定建筑的材料。
但第二种可能我也会去想到说是有钱人，对不对？对吧？因为有钱人甚至可以反过来要求建商要怎么去盖房子，对吧 ？OK， 或者是建商会随着有钱人的喜好来做改变 ，OK， 好，就是去做妥协。所以这个时候我代入法就可以有这2种思考的方向。第一个，你可以想象的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是香港的建商好了，香港的建商对不对？他今天想要盖房子，各位如果你去过香港的话，你应该知道是房子的一些特色，对不对？好，第一个特色可能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房子盖得非常的高，对不对 ？OK， 好，任何一栋这个楼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可能60层、70层、50、60层起跳，对不对？好，第一个特色就是房子盖得高。第二个特色就是什么？就是房子会盖得应该蛮密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很多房子可能就是，尤其在城中心区，它的这中间的空隙都是非常小，对不对？好，甚至是街道都很小，盖得非常密，因为你地价很高嘛，对吧？你要善用你的每一个空间。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你的房间内部，好，每一个单元的内部，每个 unit 的内部可能是什么很窄的，我们常称叫什么？就是棺材房或板房嘛，对不对？对吧？好，那就是等于说极致利用一些空间，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说，那如果我是建商，为什么我不选择用竹子？我不选择用钢筋水泥，平常不选择用钢筋水泥，我会用竹子，但是在地价高的地方我不会用竹子，可能是因为什么？比用竹子没办法搭着高楼，或者是用竹子没办法搭得太密，或者是用竹子没办法去做很窄空间的设计，对不对？对吧？好，那对于有钱人来讲呢，有钱人会在乎什么东西？有钱人住房子会在乎材质嘛？当然会在乎，对不对？有可能有钱人会觉得什么竹子这个材质是很 low 的材质，对不对 ？OK， 好，就是钢筋水泥看起来比较安全，对不对？观感问题，就像很多有钱人的豪宅都会刻意使用大理石、花岗岩嘛，就觉得哇，看起来就是一个各种的这种就是高级什么水晶灯，对不对？那就算水晶灯贵，他还是想要买，对吧？就算水晶灯其实没有那么划算，你要照明，你弄个 LED 最划算嘛，对不对？还省电，他就是没差，就想用水晶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爽，对吧？OK， 好，有钱人的思维你可以带进去，就是虽然我们实际上可能不一定当到有钱人，但是你可以想一下，以前有钱人去住竹屋，他有什么感觉？妈的 low 毙了，对不对？对吧 ？OK。YouTube 这样的，我是不是要消音啊？听说现在 YouTube 的规定改的比较严 ，OK， 好，大家不要去检举哦。好，我们来，好，所以你现在可以想到4个方向，对不对？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可能竹子不适合盖高楼，有没有可能竹子不适合盖很密的房子，有没有可能竹子不适合做窄的空间设计，以及有没有可能竹子它对社会的观感来说是比较低阶的那个就是人会想要的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5个选项，开始来看哦。第一个，用竹子盖房子比较不太能够去承受地震 ，OK， 好，这个东西我知道你可能身为建商，你会去考量到能不能承受地震，对不对？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对不对？我们可以先把它保留住，好，先把它保留住。好，你可能会说啊，在香港这边用竹子盖房子不适合啦，对不对？因为如果遇到地震的话，不就GG了嘛，对不对 ？OK， 好，那再来呢 ？B 选项，竹子不适合盖高楼大厦，是不是也符合我们刚刚的想法？说我们先把它保留住，对不对？好，那 C 选项说什么？说为了去防虫，竹子必须要去做一些特殊的手续。你会发现，你作为建商，你要去解释为什么你不在香港用竹子盖房子，跟防虫有什么关系？香港跟虫有什么关系？那只是地价高，地价高它又不一定代表虫多，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就是什么？就是无关选项，对吧？好，那都选项说什么？说在有一些热带区域，竹子怎么样呢？就是它在建筑的过程中，它被用来做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它根本没有去管到所谓的这个就是地价高的区域，地价高的区域又不等于热带区域，对不对？如果人家问你建商啊，你为什么在香港这个地方，或者是你为什么在地价高的地方，比如说纽约，你不用竹子盖房子？结果你回答说因为热带区域怎么样，人家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在问你的是地价高的地方，你已经跟我讲热带区域怎么样了？这2个又不构成任何关联，对不对？所以都选项也是无关选项。OK， 好，那一选项说什么？一选项说，好，在地价上升的地方，在地价就是在涨的地方，竹子会被拿来干嘛？会就是被清空，拿来盖房子。OK， 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虽然他有提到是这个地价高的地方，可是问题是今天他只是说竹子会被清空。但是并没有说什么，并没有说今天为什么建商不会拿竹子来盖房子，对不对？对吧 ？OK， 好，只有说竹子会被清空，但是没有说建商为什么不会选择竹子盖房子。
好，被清空不是很好吗？就是有竹子嘛，对不对？既然你都要刚好把竹子移去了，那你这样不是很好吗？你就有额外的材料了嘛，你就直接可以拿这些竹子来盖房子，为什么你还没有盖，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也无法解释到这个问题。好，那当然最后我们剩下这 A 跟 B 这两个选项。我们现在要来想一下，到底今天要选哪一个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去文章里面重新去看一下文章里的结论，再跟你的逻辑链来强调什么。好，它最后其实没有结论，它是一个矛盾。那我们去看清楚这个矛盾的区别。他说，其他地方都用竹子，唯独地价高的地方不用竹子。OK， 好，那哪一个才能够正确的对应到这个矛盾呢？你有没有发现，对于 A 选项来讲，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怕地震的话，你根本不会去区分地价高跟地价低的地方，对不对？对吧？好，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不能耐地震的话，不管是地价高或地价低的地方，你都不会去选择用竹子盖房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无法同时解释这个矛盾。OK， 好，无法去解释这个矛盾啦，这样子。好，如果今天知道题目是跟我们说竹子盖房子不适合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选项来解释，或者是用这个选项来削弱这个结论。好，如果你今天选 A 的话，代表说你以为这个题目要问你的是要怎么去削弱这个结论，叫竹子很不错。OK， 好，但是呢，其实怎么样？其实 A 选项这个地方，对不对？好，在 A 选项这个地方，它并没有解释到这两个的矛盾。如果今天地价是如果今天竹子不能耐地震的话，那它其实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这两个好。就是都不行，对不对 ？OK， 不会说地价高的地方就不用，地价低的地方就随它，对不对 ？OK， 好，那至于 B 选项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恰好的解释说，地价高的地方的特色就是楼层高，对不对 ？OK， 好，就像我们刚刚讲嘛，香港比其他地方很明显有更多高楼大厦，因为它地价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就可以比 A 选项更好的去解释说，好。地价高的地方跟一般的地方的差别在于哪里？地价高的地方寸土寸金，楼层会比较高，但是用竹子却不适合盖楼层高的建筑物。OK，multi-story 指的是高楼假下，指的是多楼层的建筑物这样子。所以这两个选项相对之下 ，A 选项是无法解释地价高的地方跟其他地方为什么地价高的地方会特别不适合用竹子的这个矛盾。好，而 B 选项是可以解释，因为地价高的地方，好，楼层会盖得比较高，所以呢，竹子刚好是不适合的，所以他们不会选择用竹子来盖房子这样子，所以答案是 B 选项。OK， 好，我知道有同学会问说 ，Dustin， 这个 B 选项啊，对不对 ？B 选项虽然是答案没有错，可是总觉得他写的不是很直接，对吧？好，就是逻辑来看的话，也没有人说地价高的地方一定是高楼大厦嘛，对不对？好，虽然是比较有可能，但是呢，不代表说是一定嘛，对不对？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些什么比佛利山庄的豪宅区嘛，好，或者是有一些世界上其他一些什么度假区、豪宅区这种地方，可能它是因为是盖那种就是一层一户，也不是一层一户，就是说叫做所谓的这个我们台湾叫透天了 ，OK， 好，或者是像这种美式的那种花园平房嘛，对不对？车道花园平房，人家很有钱啊，人家地价很高啊，可是人家就真的是盖花园平房嘛，对不对 ？OK， 好，所以这个选项是不是不太好啊？就是说地价高的地方不等于一定是高楼层啊，对不对？它是不是这边就是有点就是没办法推论到？好，的确我承认，好，真的地价高的地方不一定都是高楼层。可是你看这5个选项里面，是不是 B 选项是唯一能够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唯一在逻辑上能够连在一起的，对吧 ？OK， 好，就是在逻辑题里面 ，CR 题里面，你可能没办法去选到完美的选项，好，尤其在高难度的题目里面。可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有5个选项里面去找到一个 must to explain， 好，5个里面最能够去解释的方向，这样子 ，OK， 好，那你说 Dustin， 可是我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第一轮就把它删掉怎么办？对不对？好，就来注意哦，很简单，就是你如果今天你没有去做预想，你没有去用代入法先去预想说建商会考虑到什么东西的话，你看到这个高楼层的建筑物，你可能就会直接把它删了，因为你会觉得高楼跟地价高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看5个选项之前，你先用自己的角度去想，我是建商，我会在地价高上考虑什么东西的话，看到这个选项，你就会比较怎么样，就会把它列入考量里面。简单来说，中高难度的题目有个特色，正确选项会刻意倒退一步 ，OK， 它会刻意的写的不是那么直观，好，它可能会就是刻意的就是逻辑上会给你故意的拉了一个断桥出来 ，OK， 好，那
今天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件事情？刻意的模糊化选项就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答案可能会退一步写，那我们就刻意在预想的时候先主动多想一步，先主动去做一层分析。OK， 如果你预想没有做分析，你去看选项的话，你就被它带走。OK， 好，你就会只是单纯的去看表面，就觉得它可以或不可以。但如果我们先做一层分析的话，对不对？我们看到这种写的隔一层的选项，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也是在我们原本的考量之中，这样子。OK， 好，那你去想嘛，GMAT 为什么要刻意这样去写隔一层的选项？他直接写说地价高的地方房子比较高，然后呢不适合盖，不是很好吗？很简单，他不是为了要整你好，他的目的只是因为什么？他的目的是因为说 ，OK， 在现实社会中，在 case study 里面，或者在你出社会，你读完书出社会之后做的现实商业分析里面，你不可能是看到最后的结果出现才想对策，对不对？对吧？结果出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只要有一点点苗头，你都开始注意了，对不对？对吧？所以他今天为什么会刻意写这么的模糊？好，逻辑链隔一层，然后呢会比较隐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今天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有些时候要防患于未来，看到有一些苗头，我们就要联想到可能最后会连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或者是我们不想遇到的事情。OK， 好，那当然了，两个选项之间，如果逻辑都对的话，对不对？两个选项之间肯定是什么？更一步到位、更没有断桥的，会是说服力更高的。但如果别的选项没有说服力更高的，没有更一步到位的选项的话，对不对？好，更一步到位能够解释的选项的话，像这种隔一层的选项，虽然只是一个苗头，只是隔了一层的逻辑链，中间可能会有断桥，但是如果只有它能够比其他选项更顺利的解释的话，我们还是会去选择这个选项。OK， 好，讲了这么多，其实只是要告诉大家说什么？告诉大家说，在 GMAT 的这个 CRT 里面，对不对？其实正确选项不一定是一步到位，有可能中间会隔了一层，你要自己去推。OK，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自己？不要看到这种选项以为是无关选项，很简单，你前面先用代入法预做分析，先去想你站在那个位置你会考虑到什么东西，然后接下来才能够比较顺利，好去发现这种被故意写的隐晦的选项。OK， 好，来 ，Anyway， 我们来看第三题的地方。好，第三题的地方，各位可以看到，好 ，In Verdun last year, 16% of licensed drivers under 21 and 11% of drivers aged 21 to 24 were in serious accidents. 好，他说这个在某个地方，对不对？16%的21岁以下的驾驶，跟11%的什么21到24岁的驾驶，它是什么？它其实是有遇到严重的意外的，对不对？好，那相对而言怎么样呢？这个65岁以上的驾驶，只有3%有遇到意外。OK， 好。那这些数据呢，告诉我们说，其实像怎么样的老司机啊，还是比较厉害啦。OK 好，老司机啊，就是经验多啊，开车经验丰富，对不对？然后呢，安全意识也很足。好，然后呢，所以让他们其实比较安全，让他们比起年轻的这种新司机来更安全。OK， 好，那我们看完之后，对不对？我们先确定一下这个题目，对不对？它是要去做 assumption。好，那当然我们在做 assumption 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去想的是方向，虽然是我们要去补充断桥，我们是要去补上可能被削弱的地方。但是我自己的习惯是，我还是会先去抓逻辑断点啦，我还是会先去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去削弱，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不太会去用前提假设嘛，对不对？对吧？好，所以遇到这种 assumption 题，我的习惯的方向都会还是先用削弱来想，我还是会先用削弱来想，然后呢，只是想完那个断点，发现那个断点之后再把它补上来，说这个断点不会出现。OK， 好，这样子。好，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来想一下，我们自己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来想呢？好，大家可以按下暂停想一下。好，那大家按完暂停之后，对不对？我们现在回来看哦。好，各位，我们如果今天把它当成削弱来想的话，好，你可以把自己带到什么样的位置？有人跟你讲说，年轻人这么常出事，你们就是没有经验啦，你们就是没有经验，所以就是不安全啦。好，我们老年人怎么样呢？老年人出事的比率这么的低，好，所以我们比较安全。OK， 好，我们比较有经验，所以比较安全。人家要跟你证明的是什么？要跟你证明的不是说有没有更安全。OK， 好，人家要跟你证明的是不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他们比较有安全意识，比较有经验，所以更安全？注意哦，命题要证明的并不是说是不是更安全，命题要证明的是什么？要证明的是更安全的老年人更安全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很足？是不是因为他们经验很多？他要证明的是不是因为老姜才是老的辣？是不是因为老年人经验足、意识好，所以才更安全？好，那现在我们如果要去抓假设的话，刚刚跟大家讲嘛，我自己习惯是先用削弱来做嘛，对不对？我们想，如果我们要削弱文章里面这个论点的话，对吧？好，那我们会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肯定不会站在老年人的位置上，对不对？我们肯定是会站在谁的位置上？站在年轻人的位置上。你就是这些21岁的人，21岁的驾驶，你就是这些21到24岁的驾驶。好，你们家里面有65岁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OK， 好，然后呢，他们看到新闻这样讲的时候，好，他们就跟你讲说，哎呀，你们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什么？就是开车经验不够啊，就是安全意识不足啊。你看我们老年人多么有经验，我们老年人多么小心，多么怕死。好，所以呢，你看我们这样子更安全嘛，对不对 ？OK， 好，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经验，你要听老人一席话，这是倚老卖老嘛，对不对 ？OK， 好，来，请问各位，如果你是家里的孩子，你是21到24岁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你听到你家里面的倚老卖老的老年人跟你讲说，我们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厉害，我们就是安全意识足，我们就是经验够，你们就是经验不够，所以才会导致你们常出事。OK， 你会怎么回嘴？对吧？好，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哦，这个回嘴是我们很常见的场景嘛，对不对？我们可以怎么回？我们可以说，哎呀，你少在那边吹了，对不对？我自己知道你开车跟开什么鸟样，对吧？你只是因为你根本不出门嘛，对吧？好，你根本不出门，你也不太会去开车，那你当然不太会出事嘛，对不对？好，或者说什么？或者说今天是因为你们开的都是好车嘛，对不对？对吧？你们老年人比较有钱嘛，你其实开车还是很烂啊，只是因为你开的都是什么？开的都是名车那种，就是钣金很厚的，对不对？好，主被动防御很多的，所以那不是你强啊，那是车子强嘛。好，每次开车子撞成废铁了，但是你人还是好好的，没有受伤嘛，对不对？对吧？好，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可以想到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什么样？不是你技术好，是你不出门。OK， 不出门自然不会出事，对不对？第二个方向就是什么？不是你技术好，是人家车子好。OK， 你技术其实很烂，但是因为你车子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所以就是你今天就是你出了事，基本上都不会是太严重的事情，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想完之后，我们想完怎么去批评之后，我们就大概想两个就好，我们就来往下面看。OK， 好，那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想的这些方向都要把它转化成假设的方向。OK， 刚刚我们想的是削弱，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把它搬回来，变成说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不是因为老年人没有太出门，不是因为老年人的车子比较好，老年人的车子的性能构造跟我们年轻人差不多，或者是老年人其实跟我们年轻人一样出门，对不对？好，来各位可以看 A 选项说什么？老年人并没有比起年轻人更少出门，对不对？更少开车。来 A 选项是不是有对到我们刚刚讲的？他是不是常出门，对不对？如果今天老年人真的比年轻人开车每年开的 miles 很少的话，那是不是代表说什么？代表说今天有可能不是因为经验比较好，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人家都不出门，自然不会出事，对不对？所以 A 选项它算不算是假设的答案？可以先保留，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今天他说 do not drive many fewer miles， 意思就是说老年人他们跟年轻人比，并没有更少开车，他在排除的是可能会被削弱的其他的点，对吧？所以我们先把 A 选项保留起来。好，那 B 选项说什么？ B 选项说老年人并不是就是do not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large percentage of licensed drivers， 它的比例并没有比较高。但问题来了，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什么？讨论的是有没有更安全，对不对？对吧？好，有没有更安全？前面在讨论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说车祸的次数，对不对？在讨论的是这些 licensed driver 出事的比例，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就不能再拿整个人口多还是少来说了，因为前面在讨论安不安全的时候，他所使用的这些资讯是用什么？是用出事的人的比例 ，OK 来判断的。所以你就不能再说，因为老年人人多或人少，所以导致说今天的数量不太对。好，如果前面在讲的是什么？如果今天前面在讲的是这个出事的数量、事故的数量的话，对不对？你可以说什么？你可以在讨论说整个人口基数不一样，两边的驾驶人口基数不一样，所以数量不一样。但是前面已经在跟你讨论比例了，等于说我们已经排除掉人口基数不一样的这个因素了，所以 B 选项是什么？是无关选项。OK， 好，来 C 选项说什么 ？C 选项说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起24岁以下的成年人，不会怎么样呢？更不会去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去开车，对不对 ？OK， 好，这个选项有没有关系？的确也有关系，对吧？好，就是也有可能不是因为你这个就是比较聪明或怎么样，对不对？好，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今天你就是刚好你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出门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选项我先保留，会先保留。OK， 好，那Do选项是什么呢？Do选项说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cident rate of drivers under 21 and of those ages 21 and 24 is attributable to the greater driving experience of those in older group。好，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在这个选项里面，他今天在跟你讨论的是21岁以下的跟21到24岁的人的事故率的区别。可是我们今天题目要我们证明的命题是什么？对方要跟我们论证的是说，到老年人开车就是因为经验足，所以比较安全。你今天是要跟老年人做斗争，对不对？你是要证明给他看说，老年人你们不要在那边拿翘，好，你们不要在那边倚老卖老。你们开车比较安全，不是因为你们够聪明，不是因为你们安全意识足，对不对？你们发现你现在批判是65岁以上的人，人家回嘴回的是他。可是今天你竟然变成年轻人自己内斗了，这样有道理吗？有没有看到两组年轻人自己内斗了？年轻人自己内斗可以拿来反驳老年人吗？当然不行嘛，对不对？对吧？好，你要证明的是老年人65岁以上比起24岁以下，而不是要去证明两组年轻人他们之间到底谁优谁劣，对不对？所以Do选项一样是没有对到命题。OK， 好，那我们来看一选项哦。There's no age bracket for which the accident rate is lower than it is for licensed drivers 65 and older。好，注意哦，这个 age bracket 的意思是年龄段的意思哦。它的意思是说什么？就是没有任何年龄段，其他年龄段是比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事故率更低。意思就是说，65岁以上的老人事故率是最低的。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要讨论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命题是要讨论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经验比较足，所以呢导致他们事故率低？不是要你去证明他们事故率真的是最低的 ，OK？ 我们不是要去证明他们真的很安全，我们要去证明的是到底是不是今天他们很聪明，他们就是经验很足，他的安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因为真的是比较厉害？是不是真的是他们安全意识很足？一选项只是单纯的强调说他们很安全，但是没有去强调说是这件事情是哪一件事情让他们安全了。所以一选项也是什么无关命题，命题是要去解释到底为什么他们安全，是不是因为他们有 greater experience， 是不是因为老司机有 develop habit of caution，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要只单纯的去证明说他们就是最安全的。OK， 好，那现在我们看到最后剩下 A 跟 C 这两个选项，好，这时候我们就要回来重新确定一次文章里面的这个逻辑链跟结论了。好，跟命题了。文章的结论里面的逻辑链是说，经验更丰富，以及安全意识更足，好，让老人变得更安全。OK， 好，那各位你要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 A 跟 C 这两个选项里面 ，A 选项它的方向是对的，对不对？如果今天好，我们要怎么去检验第二轮？还记得吗？我们检验第二轮方式就是，如果让你今天这个选项变成反过来的，变成你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或者是你要让它产生的事情没有发生，就是取非 negative。好，
它会不会让整个结论被削弱，对不对？对吧？好，假设题的答案特色是这样子，还记得吗？我们说假设题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所谓的这个必要条件，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这个选项如果不存在了，如果这个选项一定不会发生，则你的论点是不是一定不会成立，对不对？好 ，A 选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假设好，来，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哦，如果真的老人就是真的开车的里程数比较少的话，是不是能够削弱这个结论？可以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老人开车里程数比较少，那代表说不是因为人家更厉害，也不是因为人家安全意识更足，而是因为人家就是不出门，所以他出事的频率比较少，是一定的，对不对 ？OK， 好，不是不出门啦，就是人家开的里程数就是少，所以人家出事的频率少是一定的，对不对？所以 A 选项是有关答案。OK。那 C 选项呢？我们来看哦，如果把它 negative 的话，如果我们让这个条件不存在的话，意思就是老年人 no less likely，OK，意思就是什么，并没有更少的在什么样，更少的在就是比较安全的气候开车，对不对？意思就是老年人会开车的气候 ，OK， 会开车的气候跟什么？跟这个年轻人会开车的气候，其实怎么样？其实都是差不多危险的，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你会发现，反而能够证明什么样？反而能够证明说，其实老年人的经验，是比较足的，对不对 ？OK， 好，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A 选项，我们刚刚说的 A 选项怎么样？把这个 do not 拿掉之后，好，把这个取 negative 之后，变成说老年人真的比较少去开车，对不对？好，那你就能够证明说，你就可能会去 weaken 掉这个答案，就是有可能今天老年人开车不是因为他们经验好，老司机，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今天他们真的不常开车，所以他们才会更安全，不是因为人家多厉害。那 C 选项呢，变成 are no less likely。OK， 好，变成说什么？变成说今天他们这些老年人，他们其实跟年轻人开车的这个天气气候就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排除掉了天气这个因素。所以这边是不是有发现说，那反而会是加强？就是既然不是因为天气的问题，那是不是更有可能怎么样？更有可能会是这个经验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意识就是安全意识，让他们变得比较安全，对不对？好，那你要知道的是假设题的特色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假设拿掉了之后，当我们把这个 assumption 拿掉了之后，这个论点一定会被削弱。OK， 好，这是假设题的基本特色。OK， 因为假设是架构论点的必要条件。失去了这个假设之后，论点是不会成立的。这样子，好，论点是会 less likely to be valid。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选项哪一个符合我们假设题的条件呢？很简单 ，A 选项符合，对不对？为什么？如果今天他们真的是开车开很少的话，那就只能证明说什么样？就证明说不是因为他们技术比较好，让他们比较安全，只是因为他们更少开车，所以他们出事的频率不高。但如果今天什么样的 C 选项，他们并没有去选择天气，他们真的是一样的天气出门的话，那反而怎么样？反而是就是证明什么？跟天气没有关系，跟其他外因没有关系，更能够证明是你现在讲的这个原因是有关系的，所以反而变成是 support。OK， 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假设题的基本要求是。假设不存在的论点要被削弱，所以这题最后答案是什么 ？A 选项。OK， 好，那后面这边对不对？好，这几题这是要让我们放到下集再讲的。好，其实老实说，我本来没有要录下集的意思啦。OK， 没有要拆成2集的意思，只是因为刚刚不小心讲的太投入了。好，所以就是这个影片就会拆成2集，到下集再讲。好，那各位可以在下集推出之前先做这一道题目，跟做这一道题目。OK。好，那各位可以先去试试看，做这2道题目，用我们刚刚的方式做。
好，用我们刚刚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去推，然后到了下集的时候，我们来揭晓这2道题目的答案。好，那下集就会预计在下个礼拜4推出。OK， 好，那各位也要敬请期待哦。好，我是 Dustin， 我们下次见，拜拜。